因为今天可能来现场，还有在网上听这次现象的大部分人呢，可能是我们韩国的投资者最多，所以可能这个资料呢我是用韩语准备的，所以大家看这个画面，然后呢，我是用中文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我的这个准备的资料啊。那我这个题目呢是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成长的背景啊。那么这里头呢，我给大家画了一个产业链啊。一般一个产品出来的产业链是什么呢？就是说价值链啊，我们叫 value chain。价值链呢是 IP 开始的，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专利啊。我对某一个产品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专利，我的 idea。然后呢，我根据这个 idea 呢，得开发一个产品，我们叫 R&D 啊。R&D 呢就是什么过程呢？我把我的 ID 付诸实践的过程，针对这个市场的情况啊，我们做一个价美物廉的这样的产品的过程。所以通过 R&D，然后呢出来以后呢，我们得生产，生产完了以后呢，通过这个市场营销卖到广大的这个投资者，也就是说 C2这里头。那么整个一个产品，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手机要出来的时候，它得经过 IP、R&D 啊，制造、营销和针对顾客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链，完成它的这个整个价值链的创造过程。那么比如说我的手机是100万，那么可能是这个 IP 端还有这个市场端 C2端拿取的是大概整个100万这个韩币当中50万是拿取的主题是 IP 创造者，还有 C2做 C2的企业。那么中间的 R&D 制造 marketing 可能拿取剩下的50万，大概是这样的过程。那么一般来说，这个中间的 R&D 制造 marketing 呢，一般是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成本最低的国家来生产。比如说越南，主要是在这个价值链当中主要生产单单生产。以前是中国啊，以前是中国，但是中国的这个劳动力成本非常大，所以现在整个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这样的行业逐渐转移到东南亚，特别是越南这样的国家。所以中间这个 production 就制造呢是现在东南亚国家来主要是完成。还有个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呢，主要是做 IP 啊，比如说苹果这样的企业主要是通过 IP 来挣钱的。那么 C2呢，主要是市场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呢，最大的优势呢就有庞大的 C2。比如说中国呢有14亿的这样的人口，所以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略为中国的可能市场大概是14亿的这样的市场。那么韩国的话大概是5030万啊，美国的话是3亿5千万这样的规模。那么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在培养或者是培育这个独角兽企业方面都有哪些优势呢？以前是中国是 IP 是不多的，主要是靠中国庞大的这个国内的14亿的生产，很多的企业呢在短短的几年内成长为global 企业，就全球企业。典型的案例呢就是小米的雷军的小米啊。就小米呢以前是没有 IP 的，它只是网上先接受订单，然后呢outsourcing把需要的零部件拿来以后呢组装，然后贴这个小米的品牌卖给他的这个粉丝们他的顾客们。所以小米是刚开始是没有 IP 的，光有背靠中国的14亿的这样的市场它是短短的4、5年内培养为全球企业的。后来在规模扩大了以后呢，小米呢逐渐到印度或者是海外去收购 IP 的。大概中国的那些平台企业还有独角企业的成长 story 呢，就是大部分是背靠中国的庞大的 C2给成功的。那么以前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后来中国呢也是发展非常快中国的 IP 呢现在也很多。所以下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 IP 呢现在是超过美国，也超过法国，超过日本，超过任何国家。现在是在 WIPO 登录的 IP 当中呢，中国是现在最多的。所以中国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我简单的归结的话呢，就是它有
庞大的 IP， 还有它有庞大的市场，它俩所融合出来的这种synergy效果、双赢的效果非常大。所以中国呢，天生具有培育很多独角兽企业的这样的环境，也是中国为什么成为现在全球 GDP 第2大国家的秘诀。在这个价值链上，我们可以找出它的线索。那么这个是中国政府的目标。现在习近平政府，中国政府呢，现在目标是什么呢 ？R&D 占 GDP 的比重呢，2025年的时候占7%，特别是其中基础科学这一块呢是占8%。所以现在中国政府呢非常重视IP 创新就源泉。就是它的这个技术这个领域呢，现在中国政府最重视的。以前是技术主要是进口的，现在中国呢是自己做自己的 IP， 不依靠外来的这个进口技术。所以现在中国政府最重视这个创新了。从这个 R&D 的投资的比重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中国的庞大的 CR 的证明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淘宝每年11月11日大家可能。现在9月10月、11月快了。11月11号的时候呢，每年都有这种各个大平台都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叫 Single Day 光棍节。在这儿呢，一个平台可以销售的规模，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有这样的数据。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就去年在淘宝这个平台上，它就一天销售额呢达到人民币4982亿，也就是说韩币83.6兆6万亿韩币那么这个是所有韩国百货商店一年销售的2倍以上那么这样的数据只有中国就一个平台，淘宝平台，那包括京东，包括更多的平台，那可能数据更大了。所以这个是可以证明中国的 C2刚才讲的这个市场多大大家我们可以体会一下。也就是说，从培养独角兽这个领域来说，中国的最大的优势在于左下角的这个中国的企业呢，可以短时间内可以实现商用化比如说可能别的国家一个独角兽企业可以通过5年或者7、8年实现它的盈亏平衡点，但是中国呢可能是2、3年就可以实现它的盈亏平衡点就可以摆脱它的这个经营赤字是吧？可以实现盈利，这个只有中国有。所以中国这个独角兽企业的这个它的整个发展优势呢，就在于背靠广大的市场，短时间内可以实现它的商业应用短时间内可以达到它的盈亏平衡点。那么所以现在结果来说，现在为止结果来说，中国的独角兽企业的数字呢，现在数量呢是206，美国是203个，超过美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所以发展非常快也超过了美国的独角兽企业的数量。那么现在我就给大家就是重点讲一下什么呢？为什么中国的独角兽企业这么多，而且发展这么快？简单的说呢，整个这个独角兽企业发展的话，它的融资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它承担着非常大的这个风险，那么这个风险谁来担当这个风险资本这个角色？那么中国是平台企业担当了这个风险投资这个角色。那中国的大部分的几乎70%以上的独角兽企业呢，由谁来投资的呢？在中国来说，我们叫阿里系，或是腾讯系，或者是叫京东系、百度系，我们用这样的称呼。也就是说，这些大的平台，他们的投资公司担当中国的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人这样的角色，那么承担风险投资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国的腾讯、中国的阿里巴巴可能是一个IT 公司、一个平台公司，但是可能忽视了，其实是中国的腾讯和阿里巴巴呢，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venture capital， 它是一个风险投资资本公司，它就是一个庞大的，也是一个金融公司。所以全世界最大的这个 VC 风险投资企业呢是 Sequoia Capital， 第2个呢就是腾讯了，
第3是孙正义的这个软银是吧 ？IDG 哈这样的。那么阿里巴巴呢，全世界第8位的这个风险投资企业。所以呢，我们这里的一个总结点是什么呢？中国的大的这个风险投资，特别是独角兽企业呢，背靠着这样的大的平台企业的资本来迅速成长的。那么简单举了一个例子哈，大家现在韩国很多投资人哈，投资这个中国的无人驾驶汽车，可能美国上市的企业大家肯定都有投资，比如说像 NIO 是吧？理想、小鹏。那么大家看一下它的大股东是谁 ？NIO 的话就是一个腾讯投资，腾讯和百度投资的。那么这个我们小鹏呢是这个阿里巴巴和小米一起投资的，还有这个理想呢是这个美团是吧？还有字节跳动啊，大家所熟悉的TikTok 他们投资的。所以中国的这些平台公司呢，它担当了中国整个风险资本的这样的角色。那么这里头问题就来了，现在整个中国的监管环境变化最大。那么它的主要监管对象呢，就是这些企业，腾讯、阿里巴巴，还有美团，还有滴滴出行，还有这些字节跳动这样的大的平台企业。那么现在有一个 question， 那么这些企业现在在中国政府的监管的一个风暴之中，那么以后他们有没有可以继续成为中国的独角兽企业的一种风险投资的角色呢？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就在这儿，所以以后我们呢要密切关注中国政府对这些平台企业整个监管环境应该是什么个方向。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对这些大的平台公司的监管环境的整个方向呢，它主要是刚才我们高总在发表当中已经提到的，就是一个反垄断的还有一个是国家安全、网络安全，还有个人信息保护个人信息保护这些呢，都是针对这些平台企业进行监管的一个法律的依据。那么这里头呢，大家很多人可能是认为这个是只有中国政府现在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这是不对的中国现在政府做的反垄断的这些政策。还有一个是个人信息保护的这些政策，还有一个是这个网络安全的、国家安全的这些法律的对这些平台企业的监管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中国政府在做，所以很困惑。其实不是的，其实我去年开始已经说了，这样的呢，在全世界每个政府都会碰到的问题。大家可能现在已经体会到了，韩国的这个 Kakao 像 Naver 这样的一个平台公司，现在已经。韩国政府也开始做反垄断的这样的一个监管，那么以后这个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这些监管呢，我敢说，我敢100%的说，以后各个政府都会做的。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以后韩国政府、美国政府、欧洲政府都会对自己的平台企业，对在自己国家市场内。投资进来的外来的平台企业都会进行这样的监管，所以大家以后投资这些企业的时候要密切关注各个国家对自己本国市场内的这些平台企业的监管方向。现在韩国也已经开始讨论什么呢？个人信息保护，它是怎么个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已经开始讨论了。那么韩国的像 Kakao 这样的平台企业已经要预见这样的问题，要快来了，是吧？还有一个网络安全。还有以后是数字经济，所以数字是关键 ，data 是关键。那么各个国家把这个数据怎么进行监管，怎么进行保护，联系到自己的国家安全。所以这个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所以总结来说，什么意思呢？以后各个国家的独角兽企业，包括中国在内，所碰到的这种融资环境，还有它的监管环境变化非常大，一直在变化中。所以我们投资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像阿里巴巴和腾讯，简单看他们投资的领域哈，就是中国的所有的投资这个独角兽企业，它的所处的行业呢，就是新零售
比如说像右边的这些银泰、苏宁这样，这里头苏宁呢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已经开始出现经营上的困难了，因为环境变化，还有这个电子营销、娱乐、文化、媒体，这个也是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有监管环境的变化。阿里营业、优酷、土豆是吧？新浪微博这些分众传媒，这些都是开始都有变化了。现在物流生活服务，像饿了么这样的企业特别我们说健康医疗、阿里健康每年大家这都是以前非常关注的独角企业，现在都有变化，大家要注意啊。那么现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看这个，这个是告诉大家什么呢？比如说左边是阿里巴巴，右边是腾讯阿里巴巴自己的身价呢是5.6万亿人民币5.6万亿人民币，它所投资的独角兽企业的它的这个已经上市的这个企业的价值4万亿，合起来9.6万亿。然后现在它没上市的独角兽企业的身价呢是1.2万亿，合起来是10.8万亿，是阿里巴巴整个风险投资的生态的总价值。同样的道理，腾讯它的身价是4.6万亿，然后它投资企业的上市企业的价值5.4万亿，然后独角兽企业的价值合起来1.8万亿，合起来一共是11.8万亿人民币。那么这两家呢构筑了中国这个独角兽企业的20万亿的这个价值。那么现在环境变了，这些企业的价值会随之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个是一个，还有这块我们跟美国企业比较一下阿里巴巴和 Tencent 上边是阿里巴巴下边是腾讯，他俩这两家企业呢，把自己的经营现金流量的100%，比如说下边是腾讯它的经营现金流量是5048亿人民币，全部投资了，它就一个投资企业，自己的每年挣来的这个经营现金流量全部投资了，反而超过了投资额然后阿里巴巴也是每年的经营现金流量6352亿比如说它就投资5000多亿。那这两家呢，主要是靠投资的。下边是美国企业，像 Google、Facebook、Apple 是吧？Amazon 这样的企业 ，Microsoft， 他们是这里头除了这个 Apple 以外呢 ，Apple 是没有，反而它是不投资的剩下呢全部自己的现金流量的50%投资到创新企业。所以除了这个 Apple 以外，美国的平台企业也是作为投资企业来去，谷歌收购了很多创新企业是吧？所以就是说全世界的这种 pattern 是类似的，就是说他们起一个风险投资的这样的角色，从此培育了很大的独角兽企业，很多的独角兽企业。那么现在以后全世界这样的监管环境的变化那么这一些的所谓的独角兽的明星，他们的身价会有一个大的变化需要我们进行关注和讨论的。